有些人以为看情感故事的意义在于可以把自己带入到小说里面，他们觉得看情爱故事的人是这么做的，因为他们想象一下自己的爱情故事。但是这并不是我看耽美小说的原因。当然一些人是这么做的，但是我个人不是这样。其实我一般来说不喜欢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说里面。我最大的看小说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想逃避现实，就是 escapism 还有 projection 的区别。我知道大部分看耽美小说的人是女生，而且耽美小说的主角是男生。我听说过一些耽美粉丝说自己喜欢耽美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会把自己带入到女主的身上。当然我是一个男生，所以我的情况有点不一样，而且我跟恋爱这个概念的关系有点复杂。但是看小说的时候有一个避开不了的事件，就是你看一个小说，而且里面的角色让你想起来你自己。很多小说是现实的镜子，因为很多作者是根据自己的体验写的，但是每次一个角色让我想起来我自己，我总觉得有点不舒服，因为我是逃避性的读者，我不是带入性的读者。今天我想说两本让我感觉有点不舒服的耽美小说，不是因为那些小说是不好看的，而是因为里面的时候有点让我想起来我自己。这两个角色有一种真实感，这两个角色是你人设崩了的江南岸还有归服兵团的仿真。江南岸还有仿真都是很自卑的，江南岸的自卑来自他不太能跟别人相处，仿真的自卑来自他的体重还有他的外貌。其实这两个角色是相反的，仿真不是好看的，但是很多人喜欢他的性格。反过来江南岸是一个很好看的演员，但是他不太好相处，自己的社交能力没有那么好。9月草莓的你人设崩了是一本娱乐圈小说，也是一本电竞小说。受是江南岸，他是一名演员，公是妍姐，一名电竞选手。在这本小说我特别心疼江南岸，他的值得感很低，因为他以为他要表演一个角色才可以被别人接受到。我看这本小说的过程中特别喜欢他的性格，他的性格有些带刺。一个我很喜欢的成分是妍姐的爱情是无条件的，无论江南岸的性格怎么样，妍姐都会爱他。而且看江南岸这种角色被完全接受的，真的让我很开心。他缺乏很多社交的经验，他从来没有跟别人谈过恋爱，也不太理解爱情这概念，但是他还是找到了妍姐一个这么宽容的男朋友。我觉得你人设崩了的最重要的题材之一是值得感，因为江南岸特别没有自信。有一部分小说说心理学里有个词叫做陪得感，陪得感底下或缺乏的人总是会觉得自己不好，配不上很多东西，所以做人做事都很独立自主，很难接受别人的付出和帮助。后来妍姐说帮他建立值得感，而不是这样恶性循环，让他继续弱化自己，扮演别人。他性格有点问题，我想把他养好。也有颜良宇的归服兵团，受是仿真，一个又狡猾又胖的游戏爱好者，公是孟初冬，也是一个游戏爱好者。这两个人玩了同样的游戏很久，但是你玩游戏的时候不会看别人的脸。我觉得归服兵团很独特，我觉得很少有这种小说，因为这本小说刻意说仿真不是好看的。有一段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在那段有另一个角色江阳喜欢他，
但是江阳喜欢的是他的性格，因为他们一起玩同一个游戏，但是他们从来没看过彼此，所以一旦他们在现实中见面，江阳终于看到方正的外貌，而且江阳不感兴趣了。在这段我特别心疼方正，因为江阳并没有解释，但是方正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是因为他不是好看的。不只是这个，他也有2个男同朋友，而且一个朋友说，如果你长得更好看一点，我或许会喜欢你。这个太残酷了吧。那个朋友叫狗小年，有一段方正想着，狗小年那种出生就自带魅力属性的人，永远无法理解胖子们的责备。他们不是不在乎，只是有时候胖也是一种天赋属性。慢慢的，责备就藏进了很深很深的心底，而对外展示的只剩下没心没肺。所以你可能想得到，方正有多责备方正还有孟初冬开始谈恋爱，但是他们2个还没见面，但是方正还是发了孟初冬一个自拍，所以孟初冬知道他的外貌是什么样。孟初冬甚至说方正不是好看的，所以他们终于要见面的时候，方正并不太理解孟初冬为什么会喜欢他，但是孟初冬还是喜欢他。后来方正可以接受到孟初冬的爱。小说里面说，他不说他多喜欢你，也不会把你夸到天上，他甚至会嫌弃你胖不健康，智商是硬伤，可他就是陪着你，让你相信他就在你身边，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伸出手就碰得到摸得着。这2个角色的什么让我想起来我自己，就是他们的责备。说实话，我觉得我也是这样。问题是看这种小说我并不会感觉很爽，我知道这些小说的想表达是那种无条件的爱，但是我第一次看这2本小说感觉很难过，因为这2个不完美的角色找到了自己的亲爱的人，但是看完之后在我的脑子里有那个声音，就是那个这不是现实的声音。我从小的时候性格有点别扭，我本来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觉得内向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我觉得在初中我的内向性格被放大，后来我不再就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我变成一个社恐，我甚至到了焦虑症的程度，但是我今年才接受我有焦虑症的事实，但是我小时候还没理解这个事实，我只是觉得我跟别人特别不一样。看到我以前的朋友会觉得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容易跟别人相处，我觉得我那时候依靠的是小说。对一个不太可以跟别人相处的孩子来说，小说就是一个很好逃避现实的方式。看这些小说的时候，我还没开始吃抗焦虑药，我半个年前才开始吃，所以看这2本的时候，我的心态很不一样。我已经告诉自己，我不想谈恋爱，我想单身终生，但是我觉得我这样做只是在自欺欺人了。我24岁了，我感觉我还是在学习很简单的东西，就算是交个朋友感觉很难，况且谈恋爱，所以我很长一段时间不太相信我可以找到一个对象。但是我最近开始吃抗焦虑药，而且这个药真的帮我很多，这个药带来的变化真的特别大。以前我每次试开车我特别恐怕，但是今年我拿到驾驶照，而且我终于感觉有很多我以前不可以做的事情，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做了。或许我的想法会变，我不想这么限制自己，我不想觉得自己不能改变。做这个频道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我觉得我有点希望我可以找到我想要的。我可能不会有时间，但是我真的想再看这2本小说，尤其是你人设崩了，因为我觉得江南岸的问题跟我很一样。或许这次我终于可以相信作者想表达什么，反正我有很多要考虑的东西。不管怎么说，我们下
次再见啊 ！Finally, oh my god.